早啊。确实挺好吃的，谢谢你。哇，夫人好厉害啊！我这胳膊好痛啊！与剑使齐平。手臂抬高一些，可以省些力气。什么意思？你再张一次弓。你的眼神再近一寸，心动变成虚落地生根，满天星辰敲落上你手臂抬高。你说什么？日久月深，用星河作证，月亮作吻，想要入梦来探你眼中春。我们虔诚旋动齿轮，一生只为见一个人。从一言之争到风月缠身，用心事临摹你掌纹。我们虔诚没什么，我先走了。一生只愿见一个人，唯愿到心来字，不一旦皆相成。心间分别，问能不能知道是好是真？我又没说什么，怎么还害羞了？这把好东西。明月，你送我的弓我很喜欢，礼尚往来，我带你去看好东西，不见不散哦。这里的流星好漂亮啊！我在漠河的时候，常常往天上看，最美的星星都在这里。我很喜欢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？怎么了？不对劲，不对劲啊！怎么不对劲？你说明夜平日里要在神君营里待满12个时辰，一年到头枕戈待旦的，现在这段时间还知道往家里跑？结了婚的男人不都是这样吗？不行，我倒要看看这个棒精小娘子到底是何等如花似玉，能让明夜这棵铁树都开了花。你要做什么？走，好久没有去玉清宫了，找明夜讨杯茶喝。知道的以为你是来做客，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做贼呢。我的天哪，这还是我认识的明夜吗？我不会认错人了吧？你这一招，不仅容易误伤同袍，还会令自己空门大开，让敌人有可乘之机。那我再试一次。
你再试试。手臂抬高。看见了吗？看见，不是看我。嗯。与我过招。好。我明明看见这剑往那个方向去了，怎么会在这儿？初皇神君怎么也学起纪泽来了？一声不吭就上门。这不是你进屋藏娇不以示人？我若是提前通知，还能见到这一出琴瑟和鸣吗？哎呀，吓死我了！哎，你那位小娘子厉害啊，一出手就差点将我毁容了。是明夜没有控制好招式，不怪桑九。别吃不到葡萄就叫酸。对不住啊，方才是我不小心。这位神君，您没事吧？方才是不是被我吓到了？没想到，你我竟还有一番渊源。纪泽，此话怎讲？既然到时自然会知晓，只是你知他知，明夜桑九不知。什么意思啊？桑九小友，此次贸然前来拜访，没有给你带什么礼物，我送你4个字可好？谨记初心。看来是我们不可窥看的事情了。桑九姑娘，你不必细问，只需记得纪泽神君说过的话，日后自有用处。你是咒神纪泽，那个司掌时间的神明？正是在下。这位是雨神初皇，执掌空间。难怪方才这把剑明明往前飞去，却落在了我的身畔，原来是被神力所改。桑九姑娘，不知为何，我看到你总有一种亲切感。贸然来访也没带什么礼物，不如我送你一缕神力吧。这是什么？这缕神力可连接你跟明夜，只要你想，便可跨越时空见到他。不过只有一次机会。
多谢。原来今日你们是来送礼来了。不是说好一起喝茶吗？走，去茶室。自从天昊神君陨身以来，你接管神宫，我便是再也没有来过。说起来，天欢圣女怎么样？她已经痊愈了，只是还未苏醒。阿九，出什么事了？阿兄，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啊？阿九，你的妖气开始反噬其身了。我本就是妖族，为何会被妖气反噬啊？你从前身负仙髓，自幼修习仙术，内丹经络皆与仙人无异，如今失了仙髓，时间久了，妖性复萌，浊气滋生，就如以荤腥似兔，以青草似虎。若不小心应对，恐有走火入魔之忧。那我该怎么办啊？你嫁入上清已100余日，那明夜是不是从未与你合修过？你不必瞒我，他若与你合修，便能以清气调和你体内的浊气，你不仅不会被反噬，反而能维持仙体，甚至修为精进。当初父王之意让你嫁入上清神域，也是存了这个心思。怎么，那蛟龙待你不好？没有没有，明夜他人挺好的。挺好的，叫你独守空房100余日，他这个做丈夫的好在何处？阿九，你回来吧，我和父王会替你想办法压制妖气。不行，我还不能回去。你发誓不能告诉爹爹，让他白白担心。哎，你做什么去？你既难以启齿，我这个做哥哥的，自然要去拜访一下这个新妹夫，替你好好的问一问他，为何如此待你。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啊？既然我不知道妖气反噬的事，那明夜肯定也不知道。今日知道了，我同他讲便是。做什么动刀动剑？早知道我就不跟你讲。我是替你抱不平啊。路是我自己选的，人也是我自己要嫁的，没什么好不平的。再说，明夜他也并未薄待我，反而教了我许多剑法射术，功夫精进很大。啊？剑法射术？童你也讲不明白。天色不早了，明夜大概也快回来了，我要回上清神域同他讲合修的事。哎，你就这么直接与他讲啊？不然呢？好，那你去吧。不管遇到什么事，记得回家，回到漠河来。
无论是非应有，阿兄永远都会站在你身边的。嗯。怎么没去修习呢？你愿意同我合修吗？什么？我的妖力要反噬了，听说合修能以仙家清气调和妖类浊气。你要是不愿意的话，我就再想别的办法。果然积蓄了许多浊气，怪我之前没有察觉。此处风清气爽，正宜合修。桑九，闭上眼睛，随我一同吐息。原来合修便是如此。阿兄做什么支支吾吾的，我还当是多么难以启齿的事情。桑九，靠近一些。桑九，桑九，三十一望。这疗愈结界，倒是耗费了许多天才地宝。天欢圣女，太好了，我去告诉神君。不必了，我亲自去告诉他，谢他为我摄阵疗伤。圣女，怎么了？圣女这时候去恐怕是不妥，神君正与
正与夫人一同修行。夫人，明夜尚未婚配，哪来的夫人？圣女，圣女，圣女。我感觉好多了。这个送给你，多谢你今日帮忙。那我先去睡了。桑九，以后若再有浊气集聚，你随时可以来找我。好。晚安。所以，那棒精已是这玉清宫的神君夫人了，是吗？我与桑九成亲，已是3个月前的事情。那时，你还没有醒过来。看来我昏迷的真是时候。3个月前，是我随你征战四方，是我陪着你在这玉清宫中散步，是我为了你，挖出了那颗上古冰晶。镇水石上的冰晶，是你发下来的。是我又怎样？那时你要死了，我得救你的命。早知如此，我便不去拼了命的救你，也不会到如今一无所有，寄身篱下。你从小便在这玉清宫中长大，没有什么寄人篱下。那明夜，你告诉我，你与那棒精每日在这里恩恩爱爱，如胶似漆，我算什么？伺候新夫人的奴婢吗？铁欢，没有人把你当成仆婢。你若心中实在过不去，我可以带着桑九离开，另寻住处。明夜，你是战神，这玉清宫是你战神府邸，你为了他，连这玉清宫也不住了。何不干脆连这战神也一并不当了？好了，我知道你今日情绪激动，待你明日平和一些，我们再聊。好，好。明夜，那棒精如此卑劣，见你的恻隐之心设局攀附，你当局者迷，我该如何让你看清？便是你们2人同那棒精走的近些。参见圣女。是桑夫人主动找我们打听神君喜好，奴婢们才多说了几句。哦，桑夫人刚来几日，千方百计地讨好神君，奈何神君并不领情，直到她在那棵仙奈树下等到了神君。神君见桑夫人登高爬树，乱摘果子也不责怪，反而与她
反而与他日渐亲密了起来。仙奈树，给我把这树砍了！是。好可惜。原来你叫桑九。天欢圣女，太好了，你终于醒了。是啊，我终于醒了。还多亏了你当时在漠河照顾明夜，不然我那时真不知该如何是好。也谢谢你这阵子帮我照顾明夜。我有些事正好想要说与你听，不知桑夫人可有闲暇？嗯。所以是明夜叫人将树砍了的。是啊，我怜你年幼远嫁，这才私下里告诉你，这些话可别让旁人知晓了。多谢你。听说你每日在他案前放一只红奈果，可你是否从未听过，明夜战神最讨厌别人进自己住处，碰自己东西，被他人纠缠。神君好像也没有什么喜好，也不大喜人亲近。我听说过，可我以为……以为什么？以为你是特别的，以为他喜欢你。那我今日便好人做到底，多与你说几句吧。你父亲携恩图报的事，上清神域无人不知。明夜战神助你去除浊气，不过是怕他人指指戳戳，被逼无奈罢了。何况明夜从前为仙体，如今已是半神之躯，金丹纯净。可是你能污浊妖气，于他而言便如同洪水猛兽，对内丹损伤尤甚。明夜每日领兵与魔君厮杀，生死一线，若因被你的妖气污染，有个三长两短，你可会后悔。我不知道这些，才与他合修的。若我的妖气会有碍于他，我绝不会提及此事。那你现在知道了，以后不会了。他该告诉我的。他是男子，又是战神，怎么拉得下脸好意思告诉你？只是与你合修，便会给他惹上麻烦呢？明夜今日天不亮便领兵出战，不知现在怎么样了。不过才合修过一次，他是战神，也不至于脆弱到这个地步的。你还是担心一下你自己吧。若没有他助你合修，到时候你妖气反噬，你该怎么办呢？我不知道，只能再另想办法了。看来今天我当真要好人做到底了。既然我搅和了你们合修的好事，自然是要替你想想办法的。天欢姐姐，你有法子。等你日后妖气郁结之时，不必去找明夜，来找我吧。那便多谢天欢姐姐了。明夜不高兴，为何不同我说？拿你出去做什么？
明夜，明夜。多谢，先放那儿吧。这个送给你，多谢你今日帮忙。今天就是与桑九合修的日子了。昨日桑九本该来找我合修，我等了他1日都没来，不知他有没有遇到什么事。你那小棒精莫不是跟人跑了？什么？那你近来成日虎着个脸，看着要吃人似的。哎，人家桑九是姑娘，你直接去问她，怕是得害臊。算来许久未合修，浊气聚集，桑九也该出现了。这次我定与他说个明白，妖气反噬非同小可，明明约了3日一合修，不能总这般拖延。今日上清神域，月明风清，桑九喜欢星星，我先为他搜集星辉，到时一并送给他，希望他欢喜。天花圣女，你的妖气又要反噬了，对不对？不必说，我也知道。大老远便闻见那股妖气了。别担心，跟我来吧，别惊动了旁人。这口药泉名滴髓泉，浸泡其中，便可洗涤妖气。你们上清神域的宝贝真多。不过，既然这里住的都是仙人，要这涤荡妖气的滴髓泉做什么？上清神域虽是神仙所居，但千万年来也偶有1、2妖族到此。这滴髓泉天生天长，谁知道究竟因何而生呢？水不冷不热，刚刚好，快下来试试。桑九妹妹，怎么了？这药泉泡起来好痛啊！明明很舒服啊。说不是我事务繁忙，
真想同你一起泡一会儿呢。我明白了，抵髓拳专敌妖气，你如今妖气正盛，自然会疼些。不过很有效用。你看方才进过泉水的地方，是不是已经恢复了？真的？还不快下去？嗯。三九妹妹，要多泡一会儿才有功效。不行，好痛，好像有火在烧我的身体。方九妹妹，吃得苦中苦，才能得偿所愿。我听说你想去明夜麾下从军，若不彻底洗涤妖气，怎么行呢？我自然不会骗你，你在这泉水里泡上1刻钟，便可以回去了。保管你周身清爽，浊气全无。我还有事不便久留，我先走了。对了，明夜知你妖气反噬一事，定会追问。你大可以告诉他，有人在外帮你去除了妖气，但万万不可说出我的名字。明夜最忌身边之人私交过密。你放心。果然有用。东西拿来。没人知道吧？圣女放心，那一月族人已被我杀了，无人知道他这瓶弱水的下落。这小小的一瓶弱水，我可是费了好大力气才弄到。无论仙妖神魔，皆无法抵挡这弱水的灼烧。只要碰上一点，无论仙气妖气，都会消云殆尽。可惜只能堆在泉水中给你用用，取不了你性命。
你什么事？明夜，你在等人吗？等你那个蚌精夫人。你若是闲来无事，在此处看风景便罢了；若是在等他找你合修调气，那我可要提醒你一句，他可用不着你了。你想说什么？你难道没有察觉吗？这阵子桑九对你异常冷淡，今日他本该来找你合修，但却跑得没了影，连我都看得出来，他在躲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本来就是强按头的婚约，彼此无情也是常事。不过你也不要怪他，我听闻有人在外助他合修，所以啊，他大概是再也用不着你了。你怎会知晓？别激动啊。他这些日子以来妖力渐增，你也察觉得到吧？今日他可是本该来找你合修的，却跑得没了影。你若是不信，待他回来一问便知。明夜哥哥，这种事情强求不来的。你若是非要强求呢，那我便替你劝劝她。都是女子，话总比你要好说一些。不必。好啊，那你就在这等着吧。好疼啊！不对，治好了伤，会不会又有妖气？算了，不能拖累明夜。可是我的一片真心，明夜会在意吗？那两个神明啊，要试探国王的真心，一位化作一只小白鸽，一位化作一只鹰隼。鹰隼就追着小白鸽扑到了国王的怀里，小白鸽跟国王哀求说：“救救我吧，赶快救救我吧！”国王是个心诚之人，便对鹰隼说：“那你吃我的肉吧。”鹰隼说：“我吃你的肉可以啊，但是我要吃跟小白鸽一样重量的肉，不然的话，我不就吃亏了吗？”国王呢，就答应了。于是啊，他就让人拿来了秤，他把小白鸽放到秤的那头，他呢，从自己的腿上割下了一块肉，放在了秤的这头。结果，你猜怎么着？肉的分量不够。于是呢，国王又从腿上割下了一块肉放上去，结果还是不够，把自己两条腿上的肉都割光了，可还是不够。为什么呢？我见过鸽子，比咱们河中的青鱼还要小得多呢。那是因为啊，这两个神明啊，要考验一下国王的诚心。可是没想到的是，国王啊，艰难地站了起来，他呢，就一下子扑到了秤盘上，他用自己的整个身体去换。结果呢，正是国王的诚心感动了神明，国王啊，身体完好如初，他自己也飞升成神了。可是我还是想不明白，为何是一个人的诚心就要割他的血肉呢？哎呀，求神的人那么多，每一个都说自己诚心，若是不要他受着不能承受之苦，
又怎知他是不是真心呐？我要坚持下去，不让明夜为我担心。这几日都不见桑九，他究竟去哪儿了？莫非真如天欢所言？不行，我得去问问他。明夜，我这几日回漠河小住，不必担心我。他这是在避着我吗？我想见天边那轮降落未落的雪月。最近战事频繁，不知桑九是否从漠河回来了？为何还是遇不到他？好想明夜呀，但是我不能去找他。明夜，听说你又出征了，祈求你平安。我喜欢你好久好久了。明夜，你何时才能看到我的真心？从前，嬷嬷总说夜里睡不着，只好以妖气聚珠消磨光景，竟攒了满满1斗珍珠。我还笑话过她，没想到这么快便轮到我了。待轮值结束，我一定要回去找桑九，哪怕他真的在躲我，我也一定要见到他。报，300里外发现有魔众踪迹，不过他们并无攻击意图，正在向魔域方向聚集。向魔域聚集？是。走，随我一同前去探查。是。诸神降临。明夜，你此次亲去魔域探查，可有探查到什么消息？魔神确实有所行动，居心叵测，因此我才召集各位共商解决之法。此次我潜入荒渊，发现魔神在演练一种阵法，名为同悲道。此阵似乎可以吞噬尽天下清气，届时生灵尽死，妖魔滋生。若他成功，这个世界岂不是将沦为炼狱？绝不能让他打开同悲道。可如今看来，魔神已是箭在弦上，蓄势待发，如何能够阻止？难道就没有办法能诛杀魔神吗？明夜，你去召集我们，可有良策？有。魔神演练阵法时，会抽出邪骨，亲自接引天地浊气。邪骨不灭，魔神不死，那么，当邪骨立体时，魔神是可以被诛杀的。这是唯一的时机。可邪骨连接魔神和同悲道，要如何才能取得？是啊，明夜，我们该如何协助你？你又打算怎么做？
魔宫附近可以设符，待到阵法开启，魔神只能死守阵眼。届时我会全力将其逼离阵眼，让阵法停下。那我通往魔宫中魔兵众多，我以咒神之力凝滞时间，用时间牢笼将魔兵分开，这样你只需对付魔神一人。我乃雨神，天地间无处不可知。我可趁魔神不备，将邪骨带离魔宫，带往天柱将其封印。天柱乃天地间至高之所在，柱中汇聚天地灵脉，确可封印邪骨。日君，请授9曜天罡阵。看来，是时候动用此法了。确实，要困住魔神，只能用此阵法了。9曜天罡乃天授之法阵，为囚禁魔物而生。但是此阵一开，除了能操纵空间的初皇，无论神魔都将被困在此阵中，无法逃离。明夜，真的要如此吗？魔神，乃是由天地浊气而生，孕育它的，是这世间无穷无尽的痛苦、悲伤和仇恨。只要这世间悲苦不绝，魔神便不死不灭。即便是我等身为神明，也无法与之匹敌。如今，只能赌上这一线之机。到时候，待纪泽与初皇离开，我会以真身拖住魔神，与他同困阵中，不死不休。诸位也不必管我，就算被困阵中又如何？大不了拼个神躯陨落，平常事罢了。你们既然不顾生死，我们又何惜神力？必要时，我等大可燃尽全部神力，在9星连珠之时引动星辰，落下星法，助你击杀魔神。星法之下，一切灰飞烟灭，片甲不存，魔神定亦不能免。耗尽诸神之力，也只能启动一次星法，定要瞄准些。此一去，或许再无归期，明夜就此别过。此后，3界生灵存亡，还需仰仗诸位了。小明夜，去吧，你放心，还有我们在呢。纪泽有幸能与诸君相逢一场，在这上清神域逍遥万载，也不枉此生了。此香送出，不知还能得几人还？又或者这一遭后，世间再无神明，又是一个新的开始。诸位，愿我们山水有相逢。我听闻有人在外助他合修，所以他大概是再也用不着你了。此一去，或许再无归期，明夜就此别过。此后，3界生灵存亡，还需仰仗诸位了。也好，此一去，我必生死毁灭。若桑九已寻得心仪之人，与他相知相守，好过一个人守着玉清宫终老。桑九，我放你离去，
待我击杀魔神，你便可以与相爱的人平安喜乐，相伴白头。是明夜让你给我的。是，夫人。夫人，夫人，红珠，圣女。还不快给桑夫人送去！是。明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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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夜。叫人送来一张纸算什么？如果你真的不愿意再见我，你就当面和我说明白。明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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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话呀！桑九，我给你12个时辰，收拾行李，离开玉清宫，离开上清神域。你到底在发什么疯啊？我究竟是哪里惹到你了？这么多日子以来，我什么都不敢说，也什么都不敢做。我连多看你一会儿，同你说句话都不敢。你现在连看我一眼都不愿意，打算用一张纸就让我滚蛋吗？从一开始便是你父王逼我，并非我心悦于你。我深系4州3界安危，你却屡屡纠缠于我，要我教你练剑修行，替你清理浊气。我已经厌倦了这些，便只能将你休弃。因为我搅扰了你。对。没想到，我已经尽量躲开你，不去惹你心烦，竟然还是会这样。爹爹曾经给我讲过一个国王救白鸽的故事。爹爹告诉我说，国王为了救白鸽，把自己割肉4亿，割光了，可还是不够。这神明可真不讲道理，为何是一个人的诚心就要割他的血肉呢？那是因为啊，这2个神明啊，要考验一下国王的诚心。可是没想到的是，国王啊，艰难地站了起来，他呢就一下子扑到了秤盘上，他用自己的整个身体去换，只要有诚心，一定
会感动神明。我以为我已经够诚心，神明却始终不曾为我回头。明夜，我会回去收拾包袱，天亮之前离开这里。明夜，明夜，我想问你有没有，哪怕只是一点点，哪怕只是一刹那，喜欢过我？桑九，从你和我乘着婚车来到上清神域，要不你也尝一个吧？怎么什么东西都乱吃？从你吃那从未有人动过的鲜果，从你与我相处时的一举一动，没有，从来都没有。桑九，你要放弃我，希望你幸福。随无爱，一把无尽的后怕。
经过一瞬悲哀呀，撕去了满身哑语不伤，前程如月光无瑕。桑九，是你。我要走了，来同你告别。好。我从来不知你竟会喝酒，也好。正合我意。桑九，你有话要对我说？不，是临走之前，还有一样东西，你一直欠我。什么东西？你欠我的那个洞房花烛夜。你放心。这是我亲自结的赌注，只能让人无力片刻，不会伤及性命。桑九，对了，它还能让人说不出话。今夜过后，你我结缘世界，一别两空。